豹纹旅途的世锦赛设定是每个人都能参加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有人气和实力的角色并没有参加这个比赛，实在是意难平。今天我就来全面盘点一下那些没有参加比赛的强者们。首先是美容等加拿大本土强欧级别的道馆馆主，加拿大地区道馆馆主放在其他地区全是降维打击。就拿动画的不胜传说奇巴拉举例，别看他动画里被丹帝揍之后又被小智吊打，实际上这是加拿大地区最强馆主，随便换个地区都是冠军级别，但是他就是要和丹帝过不去。而其他馆主也都不是善茬，加拿大地区对馆主考核相当严格，稍有不慎就会被踢馆成为路人。比如卡吴，在这种严苛高压环境下产生馆主是精英中的精英，其中以美容最强悍，他是唯一一个没有输给过奇巴拉的剑盾馆主。可能别人觉得剑盾本土馆主太过强大，只能随便挑几个登场了，比如菜豆和小智打了3场，最终止步于高级球级别。奇巴拉就算一直没赢，也是准8大师级别。波普拉虽然没有参赛，但是他的双奶蝎能够让皮神无从下手，防守力惊人。被边缘化的欧鸟和列子没有对岸表现，不做评价。可以说，要是这些本土馆主全部参加世锦赛，很多人就不用玩了。为了平衡各地区，这些颇有魅力的角色只能被迫冷藏。其他地区的天王和强奥级馆主，旅途里登场了一些前代天王和馆主，比如参赛的朵拉塞纳、电四等，但也有不参加比赛的，比如元志、燕凯等。其实世锦赛是一个消除前代历史遗留问题的好机会，比如阿杜之前身份是不明不白的，世锦赛直接给予双冠军头衔。而城中地区天王梨花和伊树一直在动画中无法登场，原本这是个登场好机会，可惜制作组没有抓住。前代打败小智的角色，世锦赛本来是一个让小智爆出好机会，前代因为各种角色让小智输掉的角色，理应当回归挨打。比如说因为老喷导致小智不战而败的对手阿红，比如为了宣传下一代，提前让3代火阶暴打前代老喷的夜月，类似情况还有哲野、虎彻、爱南、达克多等等。这种角色你不能指望他们打多高的分数，但是作为曾经踩着主角上位的角色，多少让人有些不快。然而这些角色里唯一登场爱南还直接一轮垫给了丹帝，其他角色要么查无音信，要么就站电视机前看小智对战。插句题外话，这次回归就安排得很好。历代主角劲敌，既然旅途是全地区旅行，那么你不应该忘记历代主角劲敌，因为主角全被小智给当了。透子、牙医、小优这种角色无法在正作里登场，那么他们的劲敌被多次雪藏就不应该了。要知道历代游戏主角劲敌也有着自己的故事线，在剧情里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，比如旅途大可以用日常去介绍他们，而不是扯那无聊的小春和伊布或者小豪的神兽梦。旅途马列登场就做得很不错，但是能不能延伸一下呢？比如剑盾另外的劲敌比特直接查无此人。特殊设施的强者，对岸开洛区是个神秘而且强大的地方，其中也是高手如云，比如大家最喜欢提到神代，说3圣柱强的不行，还有4代阿勋他爸是个能和竹南匹敌的狠人，他们不参加也是一大憾事。以上就我觉得没能参加世锦赛很可惜的角色，原本世锦赛是个很好的题材，放在旅途里做成这样子实在是很难受，经费决定了质量上限，但是编剧决定了这部剧的下限。